好，各位同学，那我们现在要来讲解 Stable Diffusion 的环境设置。那一般来讲 ，Stable Diffusion 会有两种版本，第一种是线上的，第二种是本地建制的。那线上的缺点就是说，它会有所谓点数的限制，你可能产图产到一定的数量之后，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去生图哦。那本地的话呢，是要取决于你的电脑配置，就是像你的显卡要一定的水准，通常会建议要到3060甚至3060 Ti 以上，你才有办法去跑就是本地的建制这样子。OK， 那我们现在来讲解第一套线上的 Stable Diffusion 界面的版本。那第一个网站我会放比较复杂的版本，就是它是完全是真的是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的版本。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版本呢，很适合就是家里的电脑配置或是带到学校的电脑配置没有这么好的同学，同时你又想要有比较高的可控性的话呢，我也很推荐用这个版本。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界面长怎么样。好，一开始进来一定是要先登录的啦。好，那我们就直接用 Google 登录就可以了。好，那它进来的时候呢，会要稍微等一段 loading 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稍等一下。OK， 然后它打开来的界面会长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很标准 Stable Diffusion 的界面。那一样是有点数的限制，你看嘛，产生会使用掉一个点数。好，那就是很适合电脑配置没这么好，可是还是需要想要一些可玩性比较高的同学来进行使用。好，那等一下我们会来介绍第二个工具。好，那第二个工具呢是这个 Stable Diffusion 的简易版本，我们叫 Monata AI， 那是应该是由一个台湾的公司所制作的。那它的特色是呢，不用去输入这么多的参数，你只要去输入描述词跟选你要的模型，就可以生产出你需要的图这样子。哦，左手边这边有个 AI 图像创作。哦，这边可以选你要的图，然后给正向反向的描述词，然后选择你的模型，甚至可以文生图或图生图，选这个。这些技术呢，在工作坊的时候呢，都会讲到。好，那第三个呢，我们要讲本地建制的方法。那第一套我们叫做 Elite Diffusion， 那它点进去会是一个 GitHub 的网址。好，那这个也是非常的简单去做这个安装的哦。那你一点进去就会开始直接下载了。那总共有 1.8G， 所以这才会说要求大家要在上课之前呢先装好来。那要装这个的同学啊，这个电脑配置要有一定的水准，大概是3060或3060 Ti 以上，我想才跑得动。OK， 好，那如果你下载好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像这样的安装档，那你把它点进去安装起来，它可能需要跑一段很长的一段时间，那没关系，就放着让它跑。好，那点开来的话呢，界面会长成这样子。OK， 好，那这时候我们已经打开来了，那一样是左边有描述词，下面有一些东西可以设定，一样是当天工作坊的时候会教给大家。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没有第一个界面的可调性这么多了齁。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个工具。好，那这边会要求最后一套大家要装的是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本人，它是所有 Stable Diffusion 系列里面呢可以装、可以玩，甚至可以安装的模组是最多的。那你要用这个方法的话呢，必须要有一定的程式基础。那它比较稳定，可调性也比较高，一样是需要电脑一定程度的电脑配置哦。好，那这边呢，我会放一段教学，是来自知乎的教学。那我也会建议呢，用 Anaconda 去进行虚拟的环境架设，比较不会去影响 Python 的环境。那 Anaconda 的网址呢，我也会放在这里。OK， 那底下呢有个教学影片，就是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本地建制第二套啊，需要一定程式基础的方式，真的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着这个安装教学进行安装。OK， 好，那这个就是最后一个方法，就是第二套 Stable Diffusion Web UI 完整的自定义的方法齁，你会发现我装了很多的模组在这边，然后有一些已经预设好的这个正向词跟反向词，然后一些配置方法，一些套件，所以代表说这个方法就是最下面的这个方法是你需要最多的程式模组啊，需要最多的可控性，最多的可调性，然后也相对的比较稳定，然后电脑配置也够好的情况下呢，会非常的推荐你使用第二套的方法哦，虽然需要一点程式基础就是了。好，那这个就是大概这4套的这个介绍。那我上课呢，会以第一套线上版本 Stable Diffusion 界面的完整版本为主虽然需要花点数用完就不能用了，但是我的就是要主要让你们认识一下这软体怎么用。好啦，那到这边影片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